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纽约市的死亡人数达到了20003人，确诊人数是197413人，死亡率是10.13%。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27513人，确诊人数是355347人，死亡率是7.74%。全美国死亡人数是89972人，确诊人数1518621人，死亡率是5.92%。现在这样的哈，有一个新闻啊，是说中国最近啊，又唤醒了月球上的嫦娥。他们表示说，这个嫦娥呀，在中国航天的管理下，经过正常的日光和月光的唤醒，又开始进行了工作了。这个嫦娥4号着陆器和玉兔2号月球车又开始探测了。那么他们比较高兴地展示了在月球上做过的工作，包括发现了小坑，准备进行挖掘，进行了一些探测。但实际上呢，这马上引起了 NASA 的警觉。NASA 现在正让载人登月的国家签双边协定，有个计划叫做阿特米斯 Program 的国家计划。这个计划呢，他希望以后未来参与月球开发和月球重返的这个国家，大家签署一个行为规范。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啊，他打算在2024年派宇航员重新登上月球。那么这时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如果没有行为规范的话，我们记得，如果中国的月球车在月球上，那美国的宇航员完完全全可以把它抱走的。这点是可能性是有的啊。我们先以一个种假设啊，那么况且这个月球车上有没有美国的芯片呢？那么如果没有行为规范，那怎么以后能够像这种你的 property 你的财产在月球的这一边，我的财产在月球的这一边，那怎么会发生？如果美国的技术比较高，他的人能够登月，他可以过去直接抱走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而这个计划呢，其实是让各个国家必须明白无误的揭示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加拿大、日本、阿联酋、欧洲等国家正式谈判了。那么 NASA 的局长叫做布里斯登廷说，这个 NASA 希望和俄罗斯签这个协定，因为俄罗斯是有空间站的。但是俄罗斯是很不爽，他不愿意，因为很多的目的啊，我们知道都是一些比较隐秘的一些军事目的，不可能向全世界揭示的，包括中国。我们知道美国是工业革命时代最后一个霸权国，也是信息革命时代的一个霸权大国。它有文化霸权、机制霸权、金融霸权、军事霸权。那么有的人说，到底美国哪里强啊？那么其实是从互联网上讲，以前中国是没有互联网，只有因特网。那实际上每个人用的都是美国的网。那么全球啊，一共有13台根域名服务器，而10个在美国，2个在欧洲，1个在日本。那么以电子邮件为例，全球所有的电子邮件都要通过美国。那么其实理论上说，所有的电子邮件都能够被美国检查。那么美国占用了世界的大型的数据库3000个里面的70%。那么 CPU 英特尔的交换机是思科的，中国的网络其实是没有安全的。这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能力、有计划，可以随时推倒中国的防火墙。从军事上讲，美国在冷战时期强调前沿部署，那么它呢有基地5000个，那时候最高峰。冷战结束以后呢，美国在本土的军事基地有871个，
海军基地有242个，空军基地384个，总兵力包括预备役是120万人。那么光在日本、韩国的驻军就超过了6万。他把全球分为6个战区，那么有10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其中6个是战区司令部，4个是职能司令部。那么我们知道海军有7个舰队，拥有11艘10万吨级的超级航母，全部核动力，84艘核潜艇，4000架作战飞机。那么拥有正常的战机是1.4万架，3代机是6000多架，4代机400多架。那么中国大概只有4代机，大概10架左右。那么现在肯定不止了嘛，现在应该是20架到30架。那么差距是在这里啊。那么在 GDP 上啊，其实美国在1900年的时候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呢，美国就是因为这个霸权，那么他现在开始封杀华为。那么像昨天是我们讲的一样，那美国要求华为的这个组件里面要设定一个特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呢不能超过1%，而且任何公司提供给华为原材料、元件，并且使用任何美国设计的软件，必须要报备，必须要申请许可。那么简单的比方是说，美国要求所有跟华为有关的，不管是上游的还是下游的，只要向华为要做生意，必须找美国批准。那么华为在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美国逼迫他们选边站。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肯定会据理力争嘛，他不承认这现在的法规是正当性。那么可能要报复美国的在中国的公司列入不可靠的这个实体清单。但是目前是什么走向呢？大家都在看台积电，台积电很可能提前知道了消息，所以他马上宣布要在美国未来4年内投资120亿美元，要开一个芯片厂。那么有可能现在美国知道了台积电要投资120亿美元，可能是放他一马，继续向华为供货，也可能不放一马。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就是很可能历史上科技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选边站要发生了。那么因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像台积电一样财大气粗，很多企业不得不面临一个非 A 即 B 的选择。所以我们明白了啊，美国是一定要掐死华为的。那么在深度全球化的今天，那么华为虽然在脱离供应链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它不可能有所有的科技优势都藏在自己的院子里。那么昨天我们谈的是比亚迪，有一个新的进展。那么美国收到了比亚迪的这个押金的退款啊，然后又重新下订单1亿美元的口罩。那么为什么比亚迪没有能够如期取得认证呢？他在3月份的时候递交了 NIOSH 的申请，那么正常情况下需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那么当时比亚迪的 N95 的样品检测结果已经通过了 NIOSH 的这个样品，质量非常好，也进展顺利。那么问题出在他们的 paperwork 上，在几个月内，比亚迪有很多工作一起进行，改造车间和生产线，所以他们忽略了这个 paperwork。所以在这个 NIOSH 的团队就 paperwork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改进，那么继续向比亚迪提供建议，来帮助他们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那么比亚迪的医疗口罩有望通过获得 FDA 的一个认证，叫做 Level 3的认证，他们叫做认证 510K。 那么常规的审批时间也在3个月到半年左右。那么现在对于3月份才做申请的比亚迪来说， FDA 为了帮助比亚迪加速了这个进度，那么 FDA 和 CDC 已经开设了绿色通道。那么很不幸的，一些国产口罩
质量很差的口罩进入了美国。那么 KN95 口罩本身就是颗粒过滤度大于95%，一般用于民用，不能用于医院。但是在3月份的时候 ，CDC 给他们打开了绿色通道。那么首批入围的人呢，门槛不高，只满足了中国的 KN95的生产标准。但是好景不长，那么美国布罗克顿警察局在数周前指出，他们进口的 KN95 口罩过滤度只有28.1%，所以 CDC 马上对一大批来自中国的 KN95 口罩进行抽检，结果发现次品率95%。那么一般情况啊，这个中国的口罩它需要通过中国的国家药监局的这个医疗器械的这个认证。那么被刷下去的现在大批的中国企业非常悲惨，他们经过了订单大增、口罩飞涨，然后他们又追加投资，然后现在是黄粱一梦。那么留在美国进口白名单上的14个厂家，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狂欢。那么现在呢？加州政府为什么拿大订单找比亚迪呢？这是昨天我跟大家讲过，要今天考虑的问题。比亚迪不是唯一转产口罩的公司。那么美国的媒体和制造业开始认为在政治上会受到损害。那么你为什么给一个制造车的而不是制造口罩的企业发订单呢？那么当时加州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反应比其他州都早，他们要求居民出门必须戴口罩。那么加州政府一直在寻找能够大量生产口罩的工厂，但是他们发现大量的企业产能不足，那么会导致供货谈判、质量把控中出现很多问题，只能很多小厂家啊，他们集中起来的这个生产量才能满足加州的需要。所以就有人推荐了比亚迪。比亚迪生产 KN95 口罩的时候，严格按照医用口罩的标准生产，那么还去日本进行了 N95 的这个测试，满足了 CDC 的 KN95 准入的标准之一。比亚迪的北美公司生产绿色能源大巴的正好是在加州，所以呢，在加州也不算是个小公司，而且有7500名工人的合同。所以加州政府经过考察，那么多方反馈认可比亚迪的这个信誉，那么在短时间内的交货有保证，所以才跟他们签的合同。那么比亚迪的人讲啊，说他们对加州政府的人的印象深刻，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恨不得进行了24小时的谈判。那么加州政府啊，开始怀疑比亚迪的生产能力。那么他们想让他把口罩样品能够在中国进行了测试以后呢，再提供给加州政府进行验证。那么慢慢的，他们建立了这个初步信任以后呢，那么加州政府和比亚迪谈判了3天3夜。那么正式的合同细节讨论以后呢，就包括了违约责任啦、交货时间啦这些种种的细节。那么在预付金的交付方面和价格商定上，最后他们的价格差点谈崩了。最后，因为当时啊，一波怕给了钱到期拿不到产品，一个怕拿不到钱丧失保障，最后大家都做了让步，合同得以完成。比亚迪给了加州政府一个很满意的价格，每个 N95 的价格是3.3块，那么低于其他州的6块、7块甚至8块美金。那么双方谈判其实最后是比较愉快的，都认同双方的努力和双方的经验。那么4月下旬的时候，加州政府收到了比亚迪第一批医用外框口罩，要300万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1个星期。那么这让加州政府对比亚迪的信任感进一步加强。那么加州政府呢，鉴于他没有在4月30号拿到 NIOSH 的认证，那么他们只要回了1半的定金。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美国的老牌企业它接不下这个订单呢？比如 3M， 那么质量 3M 算是
比较好的，但是价格更高。那么比亚迪它的制造业呢和制造口罩呢有一些相通之处。在比亚迪的口罩生产车间，那么中国市场习惯于生产这个耳挂式口罩，而美国呢一线医护人员呢他们习惯的是这种头挂式的口罩。所以在美国市场，现在比亚迪和这个加州政府的信任还在继续增加。那么所有合作的细则呢其实都是公开的，有标准可循的。那么比亚迪呢，当然他现在也面对着美国的一些媒体的质疑，特别是一些泛政治化的美国媒体，他认为你这明明应该给中国的厂商的这个单子应该是给美国本土的工厂。当然比亚迪呢他采用了一些法律行动，是吧，起诉一些媒体，为了保护自己。但是美国媒体质疑，为什么 GM 通用汽车生产不出来这个口罩呢？那么老牌的美国企业在管理体系上是有些优势的，但是他不敢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基本上就是说，老牌的企业像 GM 他们没有创业的精神。所以回顾在过去80年代，我们记得温州那么很多的假鞋啦，是吧，冒牌货啦。那么中国制造呢经历了这么一个从假货到物美价廉货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在过去近2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变成了经济实惠、品质有保障的代名词。那么情况是，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是越来越高。美国的很多制衣制鞋的公司呢，它的转移阵地到了国外，到了越南，到了印度。那么理论上这种现象呢，不能说是个坏现象。那么疫情发生后，中国仅出口美国的口罩一项就达到66亿只。那么理论上说，那么如果中国的口罩全部提供给美国，那么川普的这个扭转贸易逆差的这个努力就会白费。但是中国呢，某个厂家为了打倒美帝国主义，故意想把电子体温计的这个温度调得不准，还有劣质的口罩还有故意的这种民族主义的体现故意的把劣质产品卖给美国那么毁坏了中国的牌子。那么一个动用了加州议会达到10亿美元的采购巨单，不可能和 FDA 坑泄一系来坑这所谓的仙人跳，来坑中国的公司的。那么这个最可以解释的是，所有的这个美国的议员他和其他的这个职能部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说他们不会来坑害中国的公司的。但在美国是一个部门和另外一个部门之间没关系的。比如说移民局，他希望税务局给出非法移民交税的信息，那税务局绝对是不理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美国各个部门的独立性。所以按照中国人的这种五毛党或者是自媒体的想象力来说，美国是做仙人跳是不可能的。大多数时候现在呢，其实中国和美国它是需要建立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虽然商人永远以利益为追逐目标，但是法治社会中，如果假货充斥市场，最终倒霉的一定是造假的人。那么在这上面，中国的这个60多家的口罩生产厂就吃了大亏了。那么中国制造可以预见未来各国陆续撤离了中国，那么对中国制造的负面看法会越来越多。那么在中国出口了大量劣质口罩的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中国所谓的有关部门他们要求在出口之前进行检查，这是一个认可的这个负责任的态度。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居然用说这个口罩是民用产品而不是医用产品来搪塞过去。这个世界上很简单，不要以为他人是傻子。在信息公开的社会里面，再傻的人也绝对不会所谓的聪明人永远的骗下去。
派 TV，我们明天见。